怎样的？外国专家如何看待我们的春运难题？面对广大群众回家难、回家贵的问题，我们的外国专家给出了答案：回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只要不管老板死活。本来这个外国人吧，很难懂得春运的压力。每年都是我搁那抢票，但是今年呢，我们这一家人还有我的公公婆婆要一起回东北过年。这几个外国人呢，需要他们的护照做一个什么线下认证，手机上买不了票，必须去火车站。大胖媳妇今天带着各种证件就要去火车站买票了。我们公司的同事们呢，也都在抢票，都搁那愁眉苦脸。大胖媳妇突然间这个热心肠就上来了，说：“我反正要去火车站，你们都把身份证给我，说不定火车站比手机就更好运，就买着了呢。”然后他就在所有人的面前大声问我哪天可以走啊？大伙就都看着我，我说那你也别硬卡时间了，如果正好有票你就买，早几天也没啥的，回家最重要。他说明白，然后就气宇轩昂的走向了火车站。他走了我就开始担心，我寻思我这边还有工作呢，我刚才说的可以提前走，是指比如24号、25号可以走，他理解的提前走不会跟我不太一致吧？我这边正合计呢，我同事手机响了。刘笑涵女士，您购买的车票发车时间不足3小时，请尽快到站。20分钟后，一声炸雷，人家回来了，手里全是票。怎样的？长春的，保定的票买着了。他跟我们说，那票没有你们说那么难买，还是有的。唯一不足的是还有55分钟发车，25号的票你买不着，15号的还买不着吗？50分钟。高小涵，高，这，拜拜。啊。我说你就给他买一张这么早的，他能好意思走吗？他说人情世故这我也懂，你让一个人先走他肯定不好意思，你让7个人一起先走那多有意思。对，多有意思。他像一个世界小姐一样，骄傲而自豪地读起了每一个车票的城市。庆丰到16号上午，保定16号晚上，所有同事都领到了票，非常开心。现在全场只剩下一个来自香河的同事嗷嗷待哺。香港啊！西九龙，真的吗？你啥时候会香河啊？你说你怎么说他呢？大冬天他热心肠去买票，我要被风一吹脸就红纹。幸好有雅诗兰黛小棕瓶，被风吹脸也不疼了。就算熬夜带娃，第2天皮肤也很透亮，一点没有熬夜痕迹。长期用下来，法令纹啥的也淡了，人年轻不少。开春了，也先让皮肤回个春。大胖媳妇说，我在火车站有机器售票，我点的香，出来的就是港的，我看没问题呀，有3点水，那就是你家呀，我就买了。就你票最贵，特别的爱给特别行政区的你，给特别行政区的你。我本来还在想，这周搞个小年会，给大家买点礼物，然后抽个奖啥的。我这礼物还没到呢，现在马上人去楼空了。但是我看我那些同事们啊，拿着火车票那个绽放那个笑容，我就明白了，一年到头了，你哪个公司整什么天花乱坠的，都不如给他们一张早点回家的火车票，那才是你能看到一个人从心底往外绽放出笑容的时候。除了去香港的，哎呀，今天我们家来了一个外国人，向大胖媳妇紧急求助。这个人要见他老丈人，跟大胖媳妇求助了3个小时，最后把大胖媳妇给骂了。来的这个外国人呢，他叫安哲罗，来自拉丁美洲的智利。明天他的女朋友要带着安哲罗去见他女朋友的父母。安哲罗很紧张，想问问有经验的人，在中国见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有什么习俗和讲究。进屋就跟大胖媳妇说，那你肯定最懂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大胖媳妇当然非常胸有成竹，告诉安哲罗，没问题，包我身上。第一步，你的握手就不过关，来，你跟我握一下，我看看。你看，你这个握手就是傲慢。有人教过我，谦卑是中国人最重视的礼仪。你见未来老丈人，你这个谦卑，你千里之外就得背，你离着好几米远，你但凡看着老头，你就得低头。我告诉你一个小秘籍，在中国遇到你想表达恭敬的人，这个握手方式叫自由勇士握手，把身体探出去，双手往前使劲，砸猛子。安哲罗学会了，但是大胖媳妇只告诉安哲罗要自由泳，没告诉他不能换气儿。别换气。大胖媳妇说，第2步，你得夸老丈母娘。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夸他年轻。安哲罗说，他的母亲62，那很可能不年轻。大胖媳妇急眼了，你有点情商呗？他要是年轻就你夸，你是智利人呢，你还是智力低下人？智力低下人，这是你玩肝胆相照的时候吗？安哲罗学完夸丈母娘，我想起来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说你第一次见人父母，你买啥了？安哲罗说，没买呢，我买啥呀？大胖媳妇说，那可不行啊，你可得买东西，而且你买完给他们，他们还会跟你说不要。这时候你要原地开撕，照5分钟撕吧，切记不要像我当年一样，我丈母娘说，哎，这玩意儿家里有，我就拿回去了。我说送礼不光丈母娘，还得搞定你女朋友。像她送我的小度天天闺蜜机4K 版，小度播放繁花，27英寸4K 超清大屏，有海量4K 资源，画质超清，色彩逼真，高度角度随意调，拉着走咋看都行，追剧贼爽，还能健身 K 歌，销量是这个。然后大胖媳妇开始跟安哲罗练习最重要的和老丈人吃饭喝酒这个环节。大胖媳妇假装她是老丈人跟安哲罗练，我看人安哲罗都快被大胖媳妇教坏了，我就告诉安哲罗，我说你其实也别听他的，他其实也不咋懂。我说这样，我现在扮演老丈人，我会说一些中国老丈人爱说的话来测试你，你看你俩怎么接。我这个闺女呢，我跟她妈那给惯坏了，那就是小暴脾气，那生气那家伙给我说那就跟你动手，你怎么说？面对这个问题，安哲罗不知道咋回答。我会
然而大胖媳妇的回答是：别担心，老丈人，他打不过我。混上户。好嘞。你有病啊！酒过3巡，安周了越来越发现，他来求救的这个人根本没比自己强多少。这次到访属于跟臭棋老子下棋，越下越臭。大胖媳妇还孜孜不倦的跟人安周了说：“我跟你说啊，你得努力。这个中国的老人们呢，对咱们外国人是有一些刻板印象在，比如这个不靠谱，比如没大心傻乐，比如这个虎了吧唧的不成熟。所以你一定要努力，好好表现，打破这些刻板印象。”安周了寻思寻思跟我说：“我怎么觉得中国老人对外国人的这些不好的刻板印象，他有很大责任呢？中国人这么想外国人，来你，来你。啊，哎呦，哎呦。哎，你们看我老公长得胖胖乎乎、憨憨厚厚的，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就他和我家人相处都特别融洽、没有矛盾的错觉？你以为他就不制造家庭纷争吗？你以为他没给他老丈母娘惹哭过吗？今天我给你讲讲我老公给我妈气哭了的真实故事吧，给我也差点没气过去。因为要真是一个什么原则性的大事吧，闹把矛盾也算值得。就因为一个屁，让丈母娘给撵出去了，你说他有没有毛病吧？首先哈，就我老公末梢神经松弛这个事儿，他随根儿，他家人都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加拿大的时候哈，就是到他家也就第3天、第4天的阵儿吧。有一天晚上一块吃晚饭，我们还都吃着呢，他爸先吃完了，完事我脑袋顶上的灯泡呢就嘶嘶作响，还微颤。我这公公呢就把这灯给关了，完仓家站凳顶上去了。结果他这是金猴一蹬，屁散众生，我就听噗哧吓一下子。哎呀，当时那情景就我还没吃完饭呢。关键是吧，我刚开始根本没注意这灯泡有毛病，我不知道他要来换灯泡了。就当时给我吓得，我寻思这加拿大西海岸放气儿都得走程序呢，先吃饭后关灯，登高1米放春风。完事当时哈我脸都红了，我寻思这老头当着我面出现这事故得多不好意思。结果我公公就哈哈一大笑，说的呀劲使大了。然后我就观察这一家人呢都没有啥反应。后来我才发现，就他家人都这样，就都不觉得这是个啥难为情的事儿。可以说他家的家风就是随放随孔，景美人松。我当时住他家姓穆赫兰嘛，我觉得我就是住在一片老穆家的祥云里头。所以说吧，就家风导致我老公认为这个事儿他就不是个事儿。但是呢，好在他第一次来铁岭来我家，他发现大伙儿还算挺严肃、挺正经的，他就一直没放飞自我。完事儿呢，他的第一次铁岭之行马上要结束了嘛，就大伙儿对他的整体印象还算还行，不错吧。结果在他走的头一天，我妈请大伙儿吃饭来我家给他送行。这家伙我二姨我老姨忙活一下午，准备一大桌菜，但这里头呢就有几个容易引发剧情的豆菜。完大伙儿这酒足饭饱了之后呢，我哥就是我妈大外甥呗，就耍了一下剑，东北话叫耍剑，普通话解释就是为讨欢心，小事完毕吧。我哥呢就很云淡风轻的就一抬臀就补了一下。这时候我小弟呢就二外甥呗，就很怕我哥就独自充当了一把时代的弄潮儿，马上也就一抬臀补加一下。哎呀妈，我这大胖媳妇儿就当时他也是斗亮了，哎呀这家伙就来劲儿了，这一看击鼓传花啊，这是他就寻思原来这家人也没有那么严肃，就是啥事爱组团来。他寻思哎呀这壮年男丁都上了，那我能掉链子吗？这家给他激动的啪嚓凳一踹站起来了，大伙儿就都瞅他，以为他要讲话呢。结果人家一个转身弯下他那3尺8的水蛇腰，咣呀一声，哎呦我的妈！空气脆了，人醉了，我妈的慈祥稀碎了。关键人家放完还转过来了，冲着请客的主人我妈飞了个大眼儿，然后还让我翻译，问妈妈是不是咱家赢了？是不是咱家赢了？当时我妈就气哭了，你知道不？你们可以问我妈，你看我白话没？就我妈气的就她必须得出去，就不能看她。完我二姨夫算是俺家就算最有文化的大明白呗，完还帮我老公就想借口开脱呢。大姐，这外国人吧，肠子短，沟回少，末梢神经管不好，他也不是故意的。我妈，他放完他还冲我笑呢，他怎么能是不故意的？哪有这么对待丈母娘的呀？完我也气够呛，我就给我老公领出去了。结果他还跟我歪上了，整的我两面受气。哎妈，我老公当时老委屈了，问我那怎么你哥你小弟都行，就到我这就不行呢？我说他们都是家里人，你不是吗？我老公。哎呀妈呀，不吃豆来不回神儿，我就是个过路人，不到屁时不死心，全家就我不算亲。